我们的主持人演绎的是非常的精准和准确，而且更加生动和形象。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有诸内者，必行于诸外"意思是身体内部有什么问题，必然会在我们外部的形态上所表现出来。比如说肝脏，由于其是将军之官，谋略出焉，我们将军是统帅的地位，以及肝主藏血，主疏泄的核心功能，它的状态可以说是我们内部循环环境的最集中、最敏感的晴雨表。这张晴雨表呢，最直观的读数就显示在我们的脸上。所以肝脏干净则脸自净，肝衰脸先衰，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贯穿我们古今的养生智慧。听到这里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忍不住想要找面镜子，仔细端详一下自己的脸了，因为我们的脸可能正在无形的向我们传递着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尹医生，结合您几十年的临床观察，当肝脏功能出现不同层面的失调时，在我们的面容上通常会呈现出哪些有规律可循的警报信号？今天您能不能为我们一一拆解，让我们学会察言观肝，好不好？可以的。我们今天呢，其实主要就是讲解一下肝脏的功能的一个失调以及失调之后呢出现的问题。我们中医认为主要分为几种常见的类型每一种类型呢都会在面部所刻画下独特的印记，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肝脏发出来的加密电报。今天呢，我们就来破译一下这些密码第一种警报的型号呢是肝气郁结型，比如说我们的地图斑与乌云脸。肝气郁结这个词儿听着就有点闷，它对应的这个脸是不是也给人一种憋着气的感觉非常准确。这种类型呢，其实根源在于肝脏的疏泄、交通指挥的功能失常了，长期的情绪压力以及紧张焦虑、爱生闷气，就像给城市的交通指挥中心持续的输入混乱这样的一个指令，导致全程的气的疏通严重堵塞，形成郁结。我们面部特征的一个破译斑就像地图一样。脸上呢最容易出现黄褐斑，且分布非常有特点，它常常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蝴蝶，对称的分布在两侧的颧骨、鼻梁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医学上呢称之为是蝴蝶斑。这种斑的颜色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你的情绪和起伏而深刻变化。心情好的时候呢会淡一点，但是一生气我们一熬夜，颜色呢立刻就会加深，这就是气血导致的一个血瘀。我们中医认为气血中的垃圾沉淀在皮肤这个低洼地所形成的。面对乌云这张脸缺乏明亮的光泽，不是黑而是一种晦暗，就像是一层薄薄的灰蒙笼罩的色调，看起来总是愁云惨淡，没有阳光感这其实也是眼神的一个密码。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类朋友们的眼神常常呢是缺乏神采就是精神气非常差，甚至呢带有一丝丝不自觉的紧张焦虑或是忧郁。因为肝开窍于目肝气郁结，神光就不能充分外现，伴随全身的信号比如说我们除了脸还会说胸闷或是胸胁出现胀闷感口气堵着。女性朋友呢月经的前期还会出现这个乳房的一个胀痛甚至呢是不舒感非常明显，喜欢长叹气，叹一口气呢才感觉舒服咽喉部呢也有异物感常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我们中医呢也称之为是梅核气。来，
那我们大家一起对照刚才尹医生的描述啊，在心里给自己或者家人来做一个初步的画像。如果您发现脸上的斑是对称长的，情绪差呢，斑的颜色就变深了，脸色总是像阴天没有太阳，同时呢，感觉自己爱生气，胸口堵，月经前乳房疼，那么您接收到的很可能就是肝脏发出的肝气郁结型警报。这个警报呀是在说，哎呀，我肝脏我的指挥交通系统瘫痪了，全身大堵车，气血里的情绪垃圾已经都堆到脸上来了。这种类型呢，听名字就感觉是资源匮乏了。它和我们常说的贫血、气血虚是不是关系很大呀，尹医生？是的，